在中越边境的东兴口岸休整了3天，今天文涛、狒狒就要离开这里。临走前再带大家看看东兴。之前也听很多人说对面的越南和我们相比差得很远，临走前便升起无人机，看看两国的差距有多明显。东兴市是广西的一个县级市，常住人口16.54万，是中国和越南边境的通商口岸之一。而与东兴一河相隔的越南芒街市，属于越南广宁省，是越南新兴的经济特区，拥有越南北方最大的边贸市场，人口10.8万人。看，我们这边下河这个门都已经锁着了，还有一些人不可在此。这一段的河岸边没有那个高的墙了，在这儿视野特别好，可以看到对面的情况。那边还停了一个船哈，那个船上好像贴了一个那个越南的国旗。对，他们的，我觉得那个好像不是船，就像是那种码头一样，在那常住人的那种。对，我觉得是干嘛的？我觉得可能是边境管理的，因为我看上面那个旗就是越南的国旗，对呀，还有一些字，里面还有人。我还以为是在河边打鱼的。哦，他们管理员没有固定的房子吗？那是个啥呀？不知道。他是在那渡口那儿拦着，怕这边船屋游过去，感觉像船屋。不过我估计也没有人愿意游过去干嘛呀？吃芒果吗？对，吃芒果。哎呀，其实现在站在这边看着对面，还是挺向往的啊。因为在2年多前嘛，我和涛哥就是从凭祥口岸，也是这样一个陆地上的要通商口岸，我们从那边就是背着包回来的，所以，哎，挺有感触的哈，真的很怀念背包出国游那种感觉哈。希望能尽快恢复正常吧。是。无人机飞起后看到的景象却令我们十分惊讶。东兴口岸高楼林立，无数的楼房都建到了中越界河北仑河的旁边。反观河对岸的这个越南经济特区，和中国的一个县级市比起来，差的竟不是一星半点儿。除了中越有一大桥，越南口岸附近还算繁华外，旁边的地方都是一望无际的荒地。听东兴当地的朋友说，就连越南口岸那些比较繁华的大楼也是中国人投资建设的。画面中这个高大的建筑就是国门旁边中国境内的一座酒店，据说在这里可以俯视越南境内。从画面中看，这座酒店让越南境内的一切建筑都显得很渺小。这个是越南特产批发市场，万众国际批发市场，一股榴莲味儿啊！这里是那个东兴口岸这儿最大的一个就是商品批发市场，里面不仅有越南的，还有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对，这是奥黛啊，给你试一个吧，穿上挺好看的。我穿不上。异国特产批发，都是东盟国家啊。鞋，好多鞋，可以了吧？这都是吃的啊。对，这个是榴莲做的，榴莲酥是吧？榴莲威化饼，这多少钱？这是越南产的是吧？10块一包，要不要尝尝？你喜欢吃榴莲吗？不想吃榴莲。你可以看看其他的，就是有瑕疵的。这是真玉吗，老板？60。是有纹的。他这个是真的假的啊？真的，我这肯定是真的了。这个中越边境的国际批发市场售卖的都是东南亚的一些货品，大多为小吃、玉石、红木等。狒狒买了一盒咖啡，对于红木、玉石我们不太在行，因此没有购买。哇，这不是全是你买的那种大象裤子吗？这个怎么样？还可以，适合我这种胖子穿哈。因为颜色有点暗，也挺好看的。其实黑色的，你要不试试？太热，我不想吃，我看看太热。你看，越南旗袍就是这样子，他们从腰这儿就分开，然后下面要穿个裤子。开的这么高啊？他们下面要穿裤子的。哦。咱们那个旗袍就是到大腿是，然后下面是光着腿嘛。对。他们越南都是这样子，从腰这个位置，是，然后下面是裤子。
这样的，真的很漂亮。哇，这身绝了，感觉像长颈的孔雀，埃及艳后一样。我刚刚花了50块钱，在那个商贸城里面买了一件有越南风味的一个连衣裙，其实还蛮好看的。等到明天晚上把它洗一洗，明天就可以穿了。我们在东兴口岸这里待了3天，现在准备走了。这边太热了，往那个云南方向走了。其实东兴口岸这儿呢，虽然没有开关啊，游客也很少，但是我觉得值得看的东西还是挺多的。希望下次来这儿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口岸那儿大大方方的背着包走出去，希望疫情早点结束。好了，我们现在出发了，去防城港，把车的那个轴承有点响，把那个看一看，看完之后我们就往云南方向走了。来到了中越边境的河口，不能不提到的一段历史就是滇越铁路。滇越铁路是连接我国昆明和越南海防港的一条铁路，是中国第一条国际铁路，也是目前全国仅有的几条米轨之一。19世纪末，法国殖民者获得了越南铁路延伸修入中国境内的修筑权，准备借此掠夺云南境内的矿产资源。从河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招募了20至30万余劳工，这些劳工受到了法国殖民者野蛮的奴役和压迫，被虐待折磨致死者近8万人。滇越铁路云南段长465公里，这意味着每修筑1公里铁路付出的中国人的生命是172人。1943年，国民政府宣布与法国政府断交，收回了滇越铁路。1950年，云南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了滇越铁路，滇越铁路才真正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手中。从一条掠夺云南的血泪铁路，到一条造福人民的经济动脉，滇越铁路100余年的历史见证了中国的觉醒和强大。愿这8万名劳工的冤魂看到今日中国的盛世能够安息。下面就跟着狒狒和文涛一起来看看这传说中的滇越铁路吧。我现在呢是在河口这边的老火车站，我身后的这个就是滇越铁路桥，这是一条国际的铁路。这条铁路的起点是从那个越南的海防，一直到我们中国云南的昆明，全长800多公里。然后这条铁路是采用的米轨，看看这个铁路轨道，它的宽度比我们国内常见那种要窄很多，只有1米。现在的米轨啊，全世界采用的大概还有法国、越南、缅甸、马来西亚，还有中国云南的一些地方。我们刚刚问了一下旁边开店的老板，他说这边每天呢有4趟火车会经过，但是都在上午那会儿了，现在是没有了。我们准备明天我们再来这边拍一拍从越南拉货的货车到我们这边的场景。我现在站在南溪河大桥上，这是一座铁路桥，等一会儿呢就会有那个去越南的拉货的火车从那儿过。对面这个建筑就是越南的，然后这个铁路桥也是一半属于中国，一半属于越南。桥下面就是红河，中越两国的界河。这条河呢，流水从这个角度看是非常急的。我们俩现在来到了滇缅铁路河口这边的老火车站，这边已经废弃掉了，是吧？你看这铁道铁轨是吧？好多年。也是米轨啊。对。小小的，窄得很，1米啊。对，很多年的历史了啊。对，这个河口老火车站都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嗯。这是以前法国修建的。
然后以前法国那个领事馆也在这附近，不太远。其实别看这块现在已经废弃了，这块在20世纪初那会儿还是很繁华的。云南18怪，火车没有汽车快，不通国内通国外。这句广泛流传云南民间的谚语，指的就是1910年通车的滇越铁路。云南深山险狭，至今陆路交通仍不便利。100年前，滇越铁路是云南唯一的运输大动脉，来之不易。滇越铁路云南段被认为代表了20世纪初世界工程技术的最高水平。与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并称为近代交通史的3大奇迹。如今，滇越铁路已经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家好，我是狒狒，我现在在中越边境云南河口这边的河口老火车站。我的右手边就是老火车站当时留下来的建筑，然后左手边是铁轨。1860年第2次鸦片战争之后呢，法国的殖民势力进入了中国，并且通过武力打开了中国西南的门户。而且他们想要进一步争夺在中国云南的铁路修筑权。那当时这条滇越铁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滇越铁路呢是一条跨国的国际铁路，全长有800多公里，其中中国这一段叫昆河段，从云南的昆明到河口，这段的长度是468公里。1903年正式动工，1910年竣工，然后第2年1911年正式的通车的。大家可以看到，刚刚那个老火车站上面就写的是1903，就是它开工的日期。那新中国成立之后呢，这一条铁路在西南地区也是发挥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当时在越南战争期间，这条铁路也是承担着运输物资的重任。然后在战争结束后，1997年这里还开通了那个国际的客运。在2003年，就是这条铁路正式开工100周年的那一年啊，这条铁路的客运米轨客运业务是全部结束了，这里仅仅保留了货运。100年的这个历史啊，就在这儿宣告终结了。但是这边目前每天就是还有从越南那边过来的拉货的列车会从这儿经过，每天还有几趟。我身后的这座就是河口的老火车站以前的那个主大楼，这个建筑跟我们在越南建的所有火车站长得都是差不多的。我们在越南旅游的时候，那个大乐火车站跟这个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都是长得这个样子。因为越南以前也是法国殖民地，然后越南的火车站也全都是法国给建的，跟我们这个造型是一样的。我们把火车都等来了。你好，你是中国人吗？不是，越南人。我们在这个老火车站拍照一会儿，照间把火车等来了。这是一辆从越南那边来的列车，上面还写的是 VNR， 越南的那个简称。这边呢，刚刚是过去了一趟来自越南的火车，2个火车司机呢都是越南人，他们的车刚刚是在我们这边停了大概3-4分钟吧，然后2个司机呢跟我们打招呼挥手，完了我刚开始不知道我也是中国人，我说你好，然后他们没有反应，我又说你是中国人吗？他们还是没有说话，然后我就猜到了他们肯定是越南人。然后他们那趟火车在这儿停了大概3-4分钟吧，走的时候呢，2个火车司机后面还有几个工作人员都在跟我们挥手说拜拜，挥手说拜拜。看来这个拜拜是全世界都通用的语言哈。这边现在是这样子啊，目前呢铁路货运是畅通的，没有中断。但是呢，他们的火车司机还有火车上所有的工作人员到了我们这边之后是不能下火车，只能在车上待着，人不能下来。而且也是戴着口罩，穿着防护服，所以还是很安全的。这8万名魂断滇越铁路的同胞们，如果知道他们100年前用生命铸就的铁路仍在为祖国发光发热，想必
也会含笑九泉吧。